没出去逛逛？没出去下雨，看看有喜欢的，我看看。行，看东西也没见多啊。不好受了，大屏不弄，修了哈。对，老手。我为什么有时候老弹，他们不理解？你听，一弹发闷，有的修的很好，看不出来。那这种老时候修的不好，发黄、发闷啊。他要是说没修过的话，他那声音不一样。你听这声音，对，这听听。这耳朵这也修了。是。你这个声音也还行啊。我经常说，网友问我整天敲敲，我正好这会给大家解释一下。你再听听那个，听出来了吧？修的是这种翻闷啊，哪怕有通线的，它那个音儿也不一样啊。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哎，咱们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你听着，那个声音截然不一样。有喜欢的可以开一张。喜欢这木雕吧？哎呀，我看一看。洋芋罐多少钱？这要1万块钱啊！这还是我以前收藏的，现在都很贵了，康熙的。最低多少钱？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经常来9000块钱不用再说。9000啊？不用再说了。本来就是想卖1万，现在康熙的东西多贵的，残器都很贵，这是完整的。康熙的送餐吗？别人都要15000，给你保的实价。一个炉子别的地方都4、5万，上拍一个立件，都10多万的，还有20、30万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一敲很清脆的，一定就是全品，那我们还需要再检查。看一下，清早期啊，咱说的这个康熙啊，前后这个金皮亮釉，平花非常的深沉啊。老板说的没错啊，这种都是杀前门啊，有一说一。包括这个胎质啊，修的跟人那种一种力度特别硬，手头特别重。早期的器型啊都特别敦实，凤凰非常的有力啊，你都感觉跟那种战斗机的那种感觉啊，就感觉一下。中间一个大牡丹纹啊，那么凤凰的寓意就是说，哎，吉祥。那么牡丹代表富贵，那就富贵吉祥的意思。那么这种都是陈设器，在那个年代非常好，难得这个还有盖儿，大部分其实都没盖儿，没盖儿的也不便宜，有盖儿的那就更好。这个在很多节目里我们都看了，叫马未都马老人说，10块9缺块，没盖儿我也没辙，博物馆也没辙啊。有很多时候讲究的人呢，就配一个红木盖儿，那倒不影响。那有盖儿的话，那就尤为难得。就跟说那个汝窑似的，说有蟹爪纹者为真啊，无蟹爪纹者啊，那意思更好啊。那到底是有没有啊？那就取决于啊当时制作的工艺啊，能不能流传下来。我拿这边来。再让一口老师。对，我说的价钱是给你价钱，比较实在的，现在都卖不了别的地方。这不个人收藏，原来收藏多少年了再收，你没往外拿，以前收的也不便宜，8000块钱，8000也不行，没给你要光。你知道的，现在这个老货生意很难干，没有什么利润。你就说个价，最低的。最低就9000。最低9000。哎，最低9000，你什么？你把这个秤杆子打给我。他不行，我收的都3位多。这个？哎，收你个本钱嘛，不给你加钱了。就2样一共9300。哎，9300，这是给你的，给你的。哎，老板，你这赚大钱了。赚不着钱。估计你那时候收的应该不贵，是吧？不便宜，真不便宜。是不便宜吧？比现在也便宜。以前康熙都不便宜，真事你看现在有康熙立件花锅几十万、40、50万买不着。是，这倒是真事儿。又是花30万。哎，主要器型好，你一眼相中这个器型，哎，真不大常见这么大。当然，这种高点的也有吧？对。哎，这种矮装的还少。行啊，都这么说了，我就拿了。这真是给你加钱。是，我知道。你是行家，我肯定恢复不了你，你们外人。这9300是吧？9300。还有好的吗？能往人拿？当时没有的，我再收着肯定给你留着。跑一线现在真不容易，有时候太难，老多地方，跑到江苏还到处转，收不着件东西，要老百姓也不好受了现在。行，那我这给你转账。
哎，你是姓刘来是吧？对，姓刘。我这转给我有微信。这是啊。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刘开张。哦，咱喝杯水。行，哎。谢谢兄弟我开张啊。哎呦，虽然赚不着钱，现在老货他就这个样，没办法。是啊，为什么很多人说都选择做新货？你就往死里砍，他也能卖给你。那很多外行他就觉得说这个买的便宜，你真正的老货都是有本儿的呀。哎，你无论说从哪里收，它也有个行情。你这新货，你成本1800，你说你就要2万，人家给你砍2000，你也能卖。他就这么道理。哎，就这么道理。你反正做老货的很多都转行都卖新货去了，不够生气的。老货朋友越来越少。哎，你诚心诚意的说加上点是吧？卖点老货，那客户不买单啊，那你觉得贵往死里砍，那你说咱不能赔着卖，慢慢放碰缘分呗，是吧？对，老货它永远升值啊。是，慢慢的都是随着时间的增长。其实有些时候，哎，玩收藏啊，就是同行之间一种乐趣了。对，就买个东西放家里，他高兴啊。对，漂亮。就是给明白人不用多说话。是啊。什么不多说了，我们再转转。好嘞，得过来玩啊！我们再转转。我有活动现在给你联系。行，慢点啊。这样就装着了是吧？在上。今天非常的高兴，收到了一件传说中的康熙青花凤穿牡丹纹矮装的将军镯。康熙啊，金皮亮釉，一提到康熙啊，那么这个收藏爱好者那眉毛都皱起来，漂亮，眼睛都瞪起来。这个将军镯固然好，但是今天又捡漏了，捡在哪里？可能有内行的，我估计前边就看出来了。其实真正不对了，这个漏捡大，国宝级的木材，这么大的体量，少之又少。大家仔细看一下，我说了啊，木材有时候很难鉴别。那么单纯的我们看这上边都有这红木的味道，但是呢，我瞟了一眼啊，就说这个东西完全靠近。那么咱从这里就差不多能看出来，这就典型的黄花梨在没有抛光的时候，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铜箍的，铜箍正好掉了，完全的是黄花梨的那种纹理，而且上边呢有隐约的，离近的看，隐约的麦穗纹啊。那么从这个表面的话哈，只剩下浓厚的包浆了啊，包括这长点的啊，它这种麦穗纹，这种包浆是完整传世的，非常难得的包浆。你想想啊，这么粗的啊一个黄花梨的棒寸，那在古代的它的级别是非常的高的啊，不是说随便的人就能用这个黄花梨去做一杆这么大的一个棒寸，所以说这种非常的稀有，可以说是收藏啊几十年都不一定遇到一个黄花梨木的，对，保存这么多年依然非常的温润，所以我当时我都有点抑制不住了，一眼我就看中这个。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收藏需要靠经验，需要持之以恒。所以说呢，哎，你是说你有足够的知识量去支撑啊你对收藏的理解，那么我们才能捡到漏。有很多人是小学生考捡的，其实那时候交的学费呀也不少。很多人问小哥打过眼，怎么会没打过眼？我打眼的时候，那时候还买不起录像机呢，所以说没办法。很多朋友说你录个打眼的视频，现在上哪去录去？不能说白白的就买个假货，那就不合适了。所以这个是尤为难得。后面那个大哥也被吸引。看这撑杆子漂亮吗？这是那个以前的咱这个墨都很好，是吧？这是真品吗？真品啊，真品。康熙的，康熙凤穿牡丹纹的青花将军镯，耳装的，釉水非常莹润。你是从你家收的？是啊，是啊。你不下去转一转，咱能收到东西。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最后的故事。我抓紧吃了。老家的还来人家酒把那个酒喝完再吃。好，这不懂来了。好，什么的嘛？黄花梨的。啊，错。
阴雨绵绵的江南古巷。哎，老板。哎，你好，老板。你好。进来看一下。黄不里吧？黄不了。黄不了。这个我不懂。这个您开价多少钱300。不还价一下，我们这种都比较实实在在。对对，没你信有信有这一家店一件老活都是。这个不错，但这个年份浅。对，现在都解放出了。底上有个炸掉的。我们能多一点赚一点，是吧？大家为此这样。老板，我给您开个张。好。怎么着？先走，走。再见了，老板。好。赚了，进去一眼就300块钱，就是买一个老柴木的都值了。但是这个片上边没有任何标识，往进来看，老红木啊，咱们一说的红木就是个大红酸枝啊，非常漂亮啊，仅次于就是说黄花梨哈，就是红木里边最好的分出来就是大红，非常非常漂亮。这种的都是晚清民国那个时候，到了解放后，一般这边会打个名牌，没有名牌，咱不用说这个，就看这个工啊，包括这个上边这个活，标准的大红酸枝。你看，历经100年，依然就是说稳固如初，非常非常难。现在的所谓的很多的红木都是非洲的一些。非洲这个坛那个坛都已经不行了，这是真正的大红酸，而且这个17档超级少，非常非常的级别相当的高。咱再仔细看一下这花纹，这个木头的纹理哈，太漂亮了。你这种触感，这种包浆，其实有的时候你单纯看这一块的话哈，都有黄花梨的那种感觉啊。其实木材是很难鉴别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能鉴定木材，哪里呢？美国一个植物研究所。你得把这个植物的根、茎、叶、皮、干全部提供给他，他分析出来告诉你这是什么木。那我们在传统的鉴定当中的话，就靠眼学和经验，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有很多人说了，我都提供这么多东西了，我还用你去检测吗？其实就这个道理。那我们怎么去检测呢？通过平常的经验啊，红木怎么去检测呢？我跟大体讲一下，红木的这个花纹啊，上边的牛毛纹这种感觉是呈断裂状的就是一点一点，而黄花梨的呢基本上会连成线。再一个红木呢有的黄花梨也会呈现红木这种色因为是包浆的原因比如说黄花梨的话，它会这个上边这个条会成长条状。那紫檀的颜色又不一样了，紫檀的牛毛纹是非常的绵密那种感觉而且上边有一种玻璃光所以说这个有些时候木材是很难鉴别，需要很强的经验去那这一个就标准的捡漏了你说300块钱现在能干什么？够功夫钱，那时候可都是手工作，是不是？我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给我点赞。别让老板，我老板都没说啥都在成功。